最近，中国房地产的一则重磅新闻让市场哗然。曾经的标杆企业万科，在今年1月底迎来了一场巨大的人事地震。董事长郁亮和总裁祝久胜同时离职，接任者是最大股东深铁集团董事长辛杰。这不禁让人想起2017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宝万之争，当时深铁集团成功入主万科，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国进民退发展。吐槽归吐槽，咱们还是来看看这背后的数据。万科预计2024年将亏损450亿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2020年万科全年净利润的3倍还多。更让人头疼的是，按摩根大通的统计，万科今年还有330亿的债券要到期。大家想想，一边要亏损450亿，一边还要还330亿的债，这日子怎么过？有意思的是，深铁集团这个救世主自己也不好过。2022年，深铁集团亏损了87亿元，负债率高达75%。这就好比一个负债累累的富二代，还想去救一个即将破产的企业，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吗？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深铁入主万科后带来的变化。先说决策效率，一个项目审批周期从原来的1至2个月拉长到3至6个月。再说人才流失，据业内人士透露，自从深铁介入后，万科核心管理层走了将近40%。一个曾经效率至上的企业，现在却被官僚主义拖累得寸步难行。花旗的数据显示，在房地产100强企业中，国有开发商的市场份额从2019年的32%猛增至2024年的70%。土地市场就更夸张了。2024年，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内的国有企业买了85%的土地，而2021年这个数字还只有61%。这不正印证了那句老话，国进民退必有祸。你看看恒大、碧桂园这些曾经的巨头，年销售额都超过5000亿元，现在全都倒下了。最讽刺的是，他们倒下的同时，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却在吃人血馒头，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他们的资产。人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，这棵大树反而成了绊脚石。以万科为例，他被迫接手深圳的人才公寓项目，投资300亿，但收益率只有可怜的4%。说到房地产的困局，不得不提一个惊人的数字。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透露，中国现在大约有2000万套烂尾楼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如果按每套100平方米计算，相当于20亿平方米的烂尾工程。而更让人窒息的是，据业内统计，中国还有高达9000万套空置房。这些数字加起来，足以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对房地产市场感到绝望。我找到一组数据，特别能说明问题。2024年前2个月 ，Top 10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跌25.2%。但如果我们分开看，民营房企下跌了41.3%，而国有房企只下跌了12.8%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现在购房者都怕买到烂尾房，宁愿选择背靠政府的国企项目，尽管明知道国企的房子可能质量一般、服务差、价格贵。最夸张的是融资环境，银行对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对待简直到了赤裸裸的地步。据财新网统计，2024年房地产开发贷款中，国企获得了83%的份额，而民企只分到17%。这就好比2个孩子亲生的喝牛奶，继子喝白水，结果却说我们一视同仁。一位房地产高管透露，现在民营房企去银行贷款，利率至少要12%，还得抵押150%的资产。但国企去贷款4%至5%的利率，甚至不用抵押，一张地方政府的担保函就行。这种差距就是在逼着民企去死啊！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
2016年，中国百强房企中民营占比高达 76%， 到了2024年，这个数字跌到了不到 30%。短短8年时间，民营房企几乎被灭族，幸存下来的不是被国企控股，就是成了半国有。有意思的是，一些地方政府现在开始慌了，因为民企倒了，地方财政收入直线下降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 16.0%， 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。但即便如此，政府的就是政策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就像一位业内人士说的，他们更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。房地产国进民退到底会把中国带向何方？让我们先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显示，中国各城市现有住房库存需要24个月才能消化完，而在3、4线城市，这个数字更是高达28个月。说白了，就算从今天开始一套新房都不建，光卖完现有的房子也得2年多。更可怕的是，房价跌跌不休。易居研究院统计，2024年全国百城房价跌幅达到 8.5%， 创下15年来最大降幅。有人说这是市场回归理性，但问题是，很多购房者的首付都成了套牢资金。我算了一笔账，假设2021年高位买入一套500万的房子，首付200万，现在房价跌了 30%， 这套房子现在只值350万，连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。国企接盘后会好转吗？恐怕很难。我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，2024年前50大国有房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 78.3%， 而他们的平均净利润率只有 2.1%。 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这些国企每赚100块钱，实际只赚 2.1 块，而他们欠着 78.3 块的债。这不是在做生意，这是在打肿脸充胖子。现在的国企拿地不是靠算盘，是靠算命。算笔账，某国企去年在深圳拿了块地，楼面价5万一平，加上各种成本，至少要卖到8万才能保本。但现在周边二手房才6万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。可国企依然前赴后继地去拿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用对市场负责，只用对上级负责。再说说就业问题。据统计，2019年房地产及关联行业从业人员达到 1.5 亿人，而到2024年底，这个数字已经跌到了9000万人。短短5年就有6000万人失业或转行。这些人里面有装修工人、建材销售、房产中介，也有开发商的员工。有个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，2024年全国房地产相关企业注销数量达到 38.2 万家，同比增长 83%， 而新注册的企业数量却同比下降 52%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萎缩，而国企的接盘不过是让这个萎缩过程变得更加漫长和痛苦。最讽刺的是，一边是大量企业倒闭，从业者失业，另一边却是国企高管的工资年年涨。据媒体报道，某国有房企的总经理年薪高达500万，而且不管企业亏损多少都照发不误。这就好比一个烂摊子，老板跑路了，来了个空降的2代接手，不仅不用承担风险，还能拿高薪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国进民退带来的连锁反应。银行对国企的放贷偏好，导致大量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。据 Wind 数据统计，2024年民营房企的信用债违约率达到 38.5%， 创历史新高。这些违约不仅让投资者损失惨重，更打击了市场信心。现在谁还敢买民企的债券？谁还敢给民企放贷？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这种国进民退的模式看似稳定，
实则是在透支未来。国企用财政信用和行政资源接盘，背后其实是在转移风险，把企业的风险变成了政府的风险，最终变成全体纳税人的风险。你看，现在各地都在打保交楼的旗号，表面上看是在解决问题，实际上是在用财政资金填补烂摊子。据财新统计，仅2024年，各地政府就投入了超过8000亿的资金用于保交楼。这些钱从哪里来？还不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当我们看到国进民退的时候，与其说这是一场房地产企业的生死转换，不如说这是一场全民买单的末日狂欢。只是不知道等狂欢结束后，留给中国人的会是怎样的满地狼藉。